大家好，我是丘皮。刚刚从姜维故里出来没多久啊，发现路边有一个水帘洞景区。一说到水帘洞，肯定会想到《西游记》和孙悟空。于是呢，我就停下来查了一下资料，这个地方好像还真的跟孙悟空有关。据说呢，这里很有可能是孙悟空的故乡。它这个景区就是叫做水帘洞，也是在一个大山谷的尽头。门票15块，观光车往返10块，停车费5块，也就是说30块钱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大西北的地貌，这里应该也是丹霞的，都是崇山峻岭。一般我们说到古时候的庙宇或者是这些洞穴啊，可能都是在大山深处。现在我们就坐景区的观光车进去，也是沿着山谷一路前行，大概是3公里。往返就6公里，10块钱的价格，在很多景区的观光车算是性价比还可以的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徒步前行，不过呢，我估计很少有人会走路进去。这边的天气真的是变化无常，刚刚我还穿那个一件衣服，现在呢已经要穿上羽绒服了。一下观光车就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。我们都知道《西游记》当中，唐僧、观音以及孙悟空都是跟佛教有关，而这里呢也是跟佛教有关，有千佛洞，还有一些寺庙。我们眼前看到这个非常特别啊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摩崖浮雕大佛，大家看起来是不是非常震撼？我们经常是在一些石窟里面看到，而这里呢，直接在一个崖壁上面雕刻出来的，这个不能称之为石窟啊，是露天的。很震撼啊！看一下，这里有个路标：水帘洞、拉烧寺、千佛洞。水帘洞，这里是一个丹霞公园，在这边也能看到那个摩崖造像。我们看到现在这里呢是一条道路，其实在以前呢，这里应该算是一条河流。这里是在甘肃天水的武山水帘洞，这里还写了一个水帘洞后窟群。可能就是这一块。其实我们眼前看的这个浮雕啊，是属于寺庙中的一部分，它是叫做拉烧寺，意思是在悬崖堆积树木开凿的窟室。它建于公元559年，北周时期，那个时候还没到隋唐，是当时的一个大将军尉迟迥主持建成，不知道跟尉迟恭有没有关系啊？它是在自然形成的高约60余米的崖面上。有浮雕、壁龛、壁画于一体，上面现存的石窟有24个，各类造像呢33具，还有舍利塔。壁画大概是365平方米，这个其实是非常壮观，因为是在整个崖面上建造的，跟我们平时看的寺庙有房屋、有殿是不一样的。特别是我们中间看到这个大佛，通高是42.3米，为世界上最大的摩崖浮雕佛像。左右两侧呢是胁侍菩萨，整个这个拉烧寺色彩艳丽，场面壮观，气势恢宏，是水帘洞石窟群中的精华单元。这上面已经很多壁画，还有很多塔。其实走到这里，感觉有点像那种悬空栈道一样。我们经常说一些土匪洞或一些山寨，他们在这个崖面上开凿一些洞窟，用来躲避土匪。以前呢也是这样的，后面那些木头腐烂了，就剩下一个个这些小的洞窟。你看这里呢，就把它复原了。这个佛像不光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浮雕大佛，还有一点呢，它这个底座啊，就是我们说的佛的底座，很有特色。你看，它有7层组成，其中呢上面还有动物。第一层是狮子、鹿跟象。那么这个到底有什么含义呢？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。这个应该是比较少见的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呢。这里有个洞穴叫做天书洞，不开放的啊。据说里面呢是有一个无头干尸，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，身份和年代无从考证。但是据说从干尸的特殊身形以及保存地点，大致可以推断为灭佛时期的僧侣，也就是说，应该是北周武帝灭佛的时候，很有可能啊。据说啊，曾经有乡民从这个山崖顶部进入到洞内，发现有一经书供奉于桌上，经书的内容以及形式蝌蚪状的文字书写而成，
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故而称之为天书。那么这个天书洞呢，也是由于这个天书而得名。看完了这个摩崖造像，我们现在就去水帘洞看一看，了解一下孙悟空的历史。《西游记》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其实它的内容大概可以分为2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孙悟空出生，然后学艺，最后大闹天宫，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。500年之后，唐僧从中土大唐出发，准备去西天取经，在途中呢，收孙悟空、猪八戒为徒弟，组成了4人1马的队伍，经过了9981难，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。他们也算是功德圆满。你像唐僧也好，孙悟空也好，猪八戒，他们都相当于成佛了。这个是我们按照正常看《西游记》的过程，大家感觉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，也算是一个发愤图强的故事。《西游记》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神话小说，其实里面的很多人物是有原型的。唐僧就不用讲了，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唐朝时期的一个唐三藏。而孙悟空有没有原型呢？孙悟空的原型有，但是据说他不是一个，是好几个人综合而成，成为孙悟空。最重要的一个原型呢，也是唐朝时期的一个和尚，只不过呢离唐僧比较久，大概是100多年，是唐朝中期的一个和尚，叫做车凤巢。这个人是唐朝李隆基时期的一个人，早年从军，是一个小吏，自小天资聪明，喜爱儒学，并且非常孝顺，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。在公元751年，唐玄宗派了一个官员去西域，当时的车凤巢也随行。不过呢，到了西域的时候，车凤巢得到重病，不能返回中原，便留在那边养病。他在病重的时候发誓，如果等我病好了，愿落发为僧。车凤巢他好了之后，果然就去当和尚了。在这个时期呢，他一样走遍了西域，就跟唐僧一样。后面呢，经过几十年，返回了长安。到达长安之后，他呢同样跟当时唐僧一样，受到热烈的欢迎。当时的皇帝御赐了一个法号，叫做悟空禅师。这个就是第一原型。第二个原型就是山西的孙大庆，也是唐朝时期的人。据说当时他考中了武状元，但是后面由于受到排举，郁郁不得志，就回到老家，在那个大山里面训练猴子，相当于有一大批猴兵。后面由于特殊的关系，就是战乱嘛，唐朝需要养马，就把他招安，给他封了一个官职，专门养马的。这个就跟《西游记》当中的弼马温对应得上了。所以说他们2个都算是孙悟空的原型。还有一个原型呢，是在甘肃，因为在敦煌的壁画里面有展示了孙悟空还有唐僧取经的一些壁画。唐僧在取经的途中收了猪八戒、孙悟空为徒弟，那么原始的唐三藏其实他也收了徒弟。第一个徒弟呢，就是在甘肃的瓜州修的，到时候我们走河西走廊去那边还要看一下，介绍一下。所以说唐僧的原型是唐三藏，孙悟空的原型是多个人组成的。《西游记》中的水帘洞可能也是根据这些水帘洞描绘出来的。前方看到这个洞穴就是水帘洞，里面呢有很多建筑，有点像悬空寺的感觉。现在属于一座道观，在早期的话属于寺庙了，现在还有些人在里面修行。我们刚刚说孙悟空的第3个原型是甘肃人，其实是叫石盘陀，他就是甘肃天水人。当时唐僧从长安去西天取经，包括我们说的第一原型于朝凤去西域，还有这个石盘陀去西域，其实都要经过这附近的，所以这里被说成是孙悟空的故乡，情有可原呢。我们现在去这个道观里面看一下，这里面的建筑还挺多的。我来到这里差不多1个小时，陆陆续续还有挺多人来这里烧香，这里算起来还是比较热闹。这边历史真的是非常悠久，到处都有这些壁画。这些壁画其实是非常少见的，因为属于露天的。如果在洞窟里面的壁画，可能大家见的比较多，那直接这样的话是少之又少了。在这里还有一栋非常神奇的建筑，可以称之是一个楼阁。不过呢，
直接镶嵌在洞窟里面。本来我想上去看一下的，结果发现锁住了，参观不了，不知道这里面隐藏了什么东西。这个洞窟还非常有意思的就是，到了夏天雨季，从山顶会有水下来，形成一个瀑布一样。《西游记》可以说是深受大家的喜欢。在小时候你看《西游记》，可能觉得孙悟空神通广大，腾云驾雾，但是当你越来越了解《西游记》，越来越了解孙悟空，你能感受他的人情味、他的能力和他的本性，或者是说孙悟空代表着一种最真实的内在状态。那么甘肃的水帘洞我们就看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